如果地点跟价格都差不多，你会买新成屋还是中古屋？哦，先说结论啊，地点价格差不多，当然是新成屋啊。哦，那你干嘛哈？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说，为什么老屋会越涨越凶？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题目，为什么买20年的中古屋会比新屋还要好？哦，这是一个粉丝私讯给我的新闻啊，你看哦，他问我怎么看哦。先说结论哦，现在买中古屋的 CP 值本来就真的就是比较高。哦，那预售屋或新成屋真的没有不好啦，只是买起来比较贵而已。新房子什么不好？哦，新房我也喜欢啊，谁不喜欢哦？但我觉得中古屋的优点就是它很安全，它让你在财务上很安全，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因为这间房子哦，它摆在这里20年啊，然后没有出什么问题哦，好好的让你买这样子，那基本上你大概可以断定它未来不会再出现什么巨大的问题了哦。那有问题的话，这20年间就会陆陆续续爆出来嘛。我们买房子基本就2个需求，自住或自产，就这样哦。那你今天不管你是要自住还是要自产，你要优先考虑的就居住的环境跟品质。你环境差就没有人流，那你没有人流，房价就会起不来。哦，那现在买预售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这预售的未来的状况会长什么样子嘛？旁边有没有全联、捷运哦？那这些硬体你都能够查到，但是你的邻居有没有素质，管委会给不给力，这个就未知数啊，就有盲盒的，就赌盲盒的意思在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买中古屋是安全牌？哦，那相较之下，你买中古屋就会保险很多嘛？邻居有没有怪人？经过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就叫房东去问哦。那看门口有没有贴符啊？那个楼下管理员你就问一问啊，有没有谁在这个社区里面自己在开一个什么公庙或者什么的哦？这个都打听得到，不然你就看很准哦，你就看逃生梯，你就看电梯梯间，你就看停车场有没有被人家乱放东西蹲的到处都是。如果有，那就管委会没有在做事哦，或者他有在做，只是人家比他还凶这样哦。那这个社区的管理有烂掉，你就要考虑了。哦，那一般都会贴在电梯里面的公告，就是说管委会现在还剩多少钱。哦，那你就自己评估，它有几只电梯，应该要对应到一只电梯你就抓个50万哦。那它有几只电梯，你就至少要看它现在的钱有没有超过哦。那有的话会比较好，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啊。你在那个社区那边逛来逛去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居住环境怎么样。你会担心房子的结构问题，交给专业的来哦。那不然你就去看逃生梯啊、地下室啊有没有龟裂或漏水的状况哦。那担心这个房子会漏水的话，你看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中古屋有喝谁踩别下你可以看了啊，对不对？就在那里啊，你就自己去看啊就好了哦。那预售的话会有，对啊，房子是新没有错，但是会有很多惊喜之处哦，会有惊喜之处。像很多人会有机会主卧室里面上面梁很大只，这个你很可能要交屋之后才发现哦。我看这个超大根的梁到底是要我怎么办？我床全部都要往前面再推一点，我往前面推一点的话。那我可以做柜子，可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嘟到这个门，到时候卡住，什么有没的。哦，那最后我想跟你说跟你分享啊，就为什么投资客都买中古屋比较多？投资客都买中古屋比较多。我再重申一遍哦，预售没有不好，新房子没有人不喜欢哦，只是我们站在自产的角度来看，跟现在的政策下税务制度的政策下来看。那个现在 CP 值比较高的是中古啦哦。如果你就是想要住新房子，你就是要自己住，那你买预售有什么问题？先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你要自产之后再说，很好啊，有什么不好？哦，那只是我们是从自产的角度来看，这个预售屋跟新成屋，它就比较属于高风险低报酬的物件。风险的部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还需要考虑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有讲，你买大建商的房子比较不会出事嘛。可是你要想大建商他不会自己盖房子啊，他也是跟营造厂合作啊，所以就算建商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有机会遇到那种亮光营造那就会出现很多那种上了新闻，叫做预售屋那个好不容易交屋了，交屋之后发现漏水，或是那个地上没有找平等等的问题。你说是建商想要省那个几万块吗？拜托你没有把那个同意书签下去，他怎么去请款？他不会想要省这个钱啊，让你来卡他。
你看它一次的收益是多少？怎么会差那个钱？哦，所以啊，这个盖一个房子哦，它中间的东西太多，太细节，太复杂。啊，盖个房子哦，太复杂了啦，那个没有哪个建商哪个营造那么尽善尽美的啦。哦，那你先有这个预防针在心里就好了。那假设你运气真的很好哦，你都没有碰到问题，那你能够得到的收益还是有限的，至少比那个中古屋还要有限哦。我打一个比方给你哦，你假设你买房子预售阶段，你买一坪40万，我说中南部那个台北、新北的，你听到先不要高潮。好，那结果你交屋的时候已经涨到50万，我这个看起来好像赚10万，对不对？还不错啊，一坪赚10万，一坪涨10万哦。可是你看它旁边的中古屋哦，因为你50嘛，所以它卖每坪便宜你15万哦，再乘上个30-40坪，它总价值是低你好几百万，它还是很香嘛。你旁边的那个中古现在开价35在卖。他当初哦，你在买这个预售的时候，他才买15，对啊，这是涨幅的问题哦。同时间，中国的涨幅更凶哦。那新成屋、预售屋大概都要帮中古抬轿哦。这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哦。也就是说，你的持有时间哦是预售期的3年，再加交屋后的5年的话，你需要持有7年的时间。然后风险比中古屋高，收益比中古屋低，然后中古有8年的时间去跑那个涨幅，这个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讲说，买中古屋做自产的收益，大概啊90%情况之下都是比这个新成屋跟预售还要高的哦，是这样哦。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哦。我们今天聊了为什么买20年的中古屋比新成屋好。那我的看法是说，新成屋没有不好，新房子没有人不喜欢。只是说，我们以自产的角度来说，中古的 CP 值确实是高很多很多的。因为中古屋经过20几年实际使用测试，有问题早就都爆得乱七八糟了。然后20年一整栋社区，可能有500人住在这里，出出入入，所以呢，附近的全家也开了 ，7 也开了，什么东西都陆陆续续都好了哦，就是这样。那对于投资客来说，买中古屋能够享受到更高的涨幅空间，跟更低的持有风险。哦，那所以对投资客来讲，新中古就是比新成屋还要更好一点。最后我想问你啊，你有听过买预售屋就涨得比中古还凶的案例吗？哦，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剩下的10%，哦，剩下的10%的问题。好了，讲八卦。这个我直接回答一个问题哦，就是说，那中古屋它 range 很大，那我建议买几年以内的哦，几年以内的。先说结论，屋龄在24年以内的，24年哦。好，现在来解释为什么是24年。这东西是这样哦，我们现在做的周期都很长哦，买来放生出租5年哦，5年哦，所以再撞上另一个天条，叫做说你最好，我现在讲的是最好这一条啊，再过个5年10年一定会改变哦，所以是现在2024的版本答案而已。好，就是说你另一个天条叫做你最好不要让你在卖的房子在你手上超过30年，哦，超过30年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现在消费者哦，他到那个591去看，他是勾屋龄嘛，对啊，那个就10到20就打勾嘛，所以他只要看30年以内屋龄的房子嘛，就这样，而且30年是政府认证的老屋哦，30年政府认证的老屋就不要了哦。你如果你的房子在卖，在你手上超过3，你会很难卖，你会卖很久很久哦。对，所以保持着这2个条件哦，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叫做你就买屋龄24年的就好。为什么？因为24年以内。24年屋龄以内的意思是，它现在大概23年多，对不对？然后你买了装潢干嘛有没了，整理出入你放生5年去出租，它大概28、29年，28、29你看你有没有整理啊？然后开始在卖，你大概花2到3个月把房子卖掉 ，OK？ 好，它是不是刚好压线在30年内，所以还可以啊？你说那这样的话，自住的下一手它就要去变成那个30年以上屋龄啊？对呀，哦，为什么人家愿意啊？他就比较没有钱啊，有钱谁不想要买那个大坪数新成屋？对，所以这是市场的选择。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多人问你都说中古，那你的中古是古到哪里去？我会说屋龄在24年内，这23年多的房子，这是为了放生出租5年之后，在我手上要卖的时候还不会超过30年，只是这个目的而已哦，没有什么
神机妙算的东西哦，所以在大概24年以内，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个就是我们在看中古的防守范围。另外哦，这个讲的还是增值的剧本。有什么剧本哦？它是突破这个限制，有就是你要自产收租，你真的是要收租收到传给儿子女儿那种，你不用管屋龄，甚至屋龄要越大越好哦。大概35年的公寓，你再去做隔套收租，那个投报率是香哦。对，大概就这样，还是看你的剧本。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自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自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自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欸，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哦。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上去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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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
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